大家好，我是林基。今天我们就借由财帛宫来探讨与分析我们的财运状况，以及财帛宫14颗主星落在其中的意义。借由上次我们未介绍完毕的14颗主星落财帛宫，我们就继续下去来探讨与分析研究。林基感谢您的支持，您的支持是林基的动力与来源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按下订阅的小铃铛。林基感谢您。天机星如果落在我们的财帛宫，天机星落在财帛宫呢，它其实对于赚钱很有想法，也喜欢研究赚钱的方法，但是就是比较不敢冒险，喜欢在稳定中求财。它的偏财运算是不错，也常常能够获利，甚至中奖几率也蛮高的。但是有时候会因为贪心，或者是投机，或者是失算而造成破财的可能性。天机星落在财帛宫的人呢，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，靠自己的智慧及努力而得财，但是钱在手中有一种不安定的状态，常常会造成财进财出的一个情形。如果逢羊驼火临天空地劫大号这些煞星，一生机缘虽然很多，但是都是财聚财散，难以定论。但是说，如果逢禄存化禄星，则相对会稳定一些，也会增加一些进财跟赚钱的机会。如果说是天机太阴同宫的话，会禄存或者是化禄星，它是适合在其他企业或金融银行担任职务，最好就是在做于理财规划与投资，可以经手大笔的金钱，任职则会相当的丰厚。天机太阴也是主白手起家，不靠于应，自得其力，创业得财。虽然先难后易，但是它是有倒吃甘蔗的一个状况。天机巨门的组合落在财帛宫，它是主竞争之财，靠技术而生财。如果见禄存或者是化禄星，虽个聚财，但是就是容易耗费心力，或者是以口生财。那另外就是天机天梁，如果是同宫落在财帛宫呢，则主明争暗斗，易受人排挤，需要耗费精神精力而来求财。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天同星。天同这一颗星如果落在我们的财帛宫天同星对于赚钱的这个欲望，在行动力跟执行力上会比较差。他财运是求安稳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也不想要发大财的一个想法在创业选择的时候呢，通常就是建议靠自己的判断力，去衡量得失与利害关系，不要听太多人的建议或者是想法。创业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是如果想要赚钱，就要以赚钱为目标或者是目的，不要局限于自己的想法，这样子的话事业才能够有所成就。天同星做财帛宫的人一般来说可以衣食无忧，但是对钱看得会比较淡，也比较不会在乎金钱的多寡，觉得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。天同星如果与禄存或是化禄星，或者还有逢天马在财帛宫，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格局，一个好格局哦。如果是天同星与巨门同坐财帛宫，本因财而起口舌是非，所以最适合以口求财。不宜见煞忌星，如果有煞忌星的话，则主劳心费力而进财。如果是天同太阴同坐财帛宫的话，这样的组合是最有遇难成祥，遇难之后发财的好运气天同天梁呢，同坐财帛宫的话，则代表财源丰盛。如果是逢吉星的话，也会有意外之财。对于钱财呢，会精打细算。逢禄马星的话，则可以来自远方的财，来自远方的贵人相助而得财。廉贞星，如果廉贞星落在我们的财帛宫的话呢，它对于赚钱投资
可以说是眼光是独到的，也可以由经商而致富，但是其实过程是辛苦的，也会有遇到挫折阻碍，但是结果还算是不错的，特别是容易受到女性的帮助，或者是赚取异性的钱财。从事跟女性相关的行业，或者是投资女性用品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想法与好机会。在年轻的时候花钱呢会比较随性，所以比较难储蓄。中年之后呢才会开始有存钱的观念，因为经商致富，经由钱财的流通而致富。因为廉贞星坐在财帛宫，也代表流动、竞争、是非而生财。廉贞星落财帛宫，如果逢煞星，钱财则容易遭到失窃；但是如果逢化忌，则会因为官司、是非而破财。或者是注意哦，不要有投机或者是赌博的行为，否则容易因为这样子而破财。另外，廉贞天相，廉贞天相呢，它如果说是落在我们的财帛宫哦，同坐财帛宫的话，廉贞天相同坐在我们的财帛宫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要是属于叫做因为社交应酬而得财。他善于理财，如果加会吉星的话，可以轻松致富的一个好格局。但是如果逢煞忌星的话呢，求财之路就会比较艰辛，容易多是非纠纷，还有就是官司诉讼。如果是廉贞破军做财帛宫的话，则是容易为钱辛劳奔波，财运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。他求财的欲望是非常强烈而且大胆，所以有成有败。适宜的话就是见好就收，不宜投机或者是过分的投资，容易因此而破败。另外，廉贞七煞哦，廉贞七煞如果同坐在财帛宫的时候，他是不善于理财的，成败起伏会比较大，是属于晚发格局。逢禄存化禄的话，人需要就是经过努力而得财，才能够发财致富。如果说是逢煞忌星的话，则是财来财去，更加辛劳。另外，如果廉贞天府星哦同坐财帛宫，就是廉贞与天府星是同坐财帛宫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格局哦。如果不逢煞星，它是属于善于理财也善于聚财的一个好格局，它可以说是财富充足。但是如果没有逢到吉星的话，也基本上是可以衣食无忧的。如果逢煞忌星的话，则容易有财务纠纷。另外就是如果逢空劫的话，是非常不好的，容易有破财或者是贫困的危机。另外，廉贞贪狼如果同坐在财帛宫的时候呢，有能力、有才华、欲望大，但是财运的起伏是比较大的。如果逢昌曲的话，则因为会有外华内虚的一个状态哦，因为它是会注重外表、好面子。那如果逢禄存或者是化禄的话，则财富可期，但是不宜投资或者是投机。另外还就是投资偏财的话，容易破败，这也是需要小心与留意的。太阳星如果落到我们的财帛宫，因为太阳主贵不主财哦，但是可以因为他的名气上扬，因为名声而得贵人这样子资助或是帮助而进财。因为太阳喜欢付出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相对的爱面子，所以说花钱的也会比较多。太阳的星曜如果落在旺度或者是妙旺的格局的话，则主进财比较轻松，来源也会比较多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太阳星是落在落陷的宫位，则容易劳心劳力，财进财出，聚财不容易。另外，如果太阳、太阴同坐在我们的财帛宫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太阳化权、太阴化禄的话，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财进财的一个格局。因为太阳化权主贵，太阳化禄则主富，
太阳化忌呢，会因为名声受牵累，引起是非纠纷。所以说，如果万一又是太阳化忌的时候，则容易因为事业投资失利而造成破财财损哦。如果说太阳巨门落在财帛宫，太阳化权的话，巨门化禄，则是可以以口得财，甚至得到外乡异族的赏识提拔，名利双收。但是如果逢化忌星的话，容易受人影响，导致口舌纠纷，引起是非。太阳天梁如果同坐财帛宫的话呢，财富的多寡取决于社会的地位、名声的高低。太阳化权逢巨门化禄，则是主权力、财富的一个象征，名声地位皆大。这种组合最怕就是逢到空劫哦，因为这变成会是有虚而无实哦，这样的引诱受人会拖累，而这样造成破财。太阴星如果坐在我们的财帛宫，因为太阴这一颗星它是主富哦，富贵的富，它是一个财库，也是一个财富星，它主富足多财，主要是象征储蓄、聚集、思考还有享受的意义。所以说太阴星如果落在庙旺的位置的宫位的话，则主大富之命，甚至有白手起家创业有成一个好格局。但是如果财帛宫太阴逢羊陀火铃，则容易因为财富钱财而起是非纠纷。但是如果太阴落在我们讲落陷的宫位的时候，则多成多败，甚至是财富聚散无常。若逢空劫大耗星的话，则财富有被偷盗的一个情况。太阴星如果独坐的话，主要是主变动，所以说逢煞忌星的话，钱财难聚。如果逢禄存、花禄星这些吉星的话，代表有大量的金钱流通；而逢禄存天马星，则属于叫做财发他乡、异地成名的格局。天同太阴如果落在我们的财帛宫，则是属于利于聚财的一个好格局。但是如果逢化禄星的话，则指一生至少有一次的意外之财。男命或者是女命的话，主得远方之财，或者是与异族通婚而进财，就是代表你的另外一半是带着财富跟你结婚的。如果说是太阳太阴同坐在我们的财帛宫的话，早年的话财运比较不旺，辛苦得财，通常在中年之后才可以渐入佳境。如果是逢吉星、禄辰星或者化权、化禄这些的话，则主贵人有助，财源广进。如果是逢煞忌星的话，一样就是财来财去，聚财不易，财务多是非与纠纷，或者是投资失利的一个情形。天机太阴落在我们的财帛宫呢，则不宜经商，因为如果逢化忌星的话，更容易因为投资计划失败而造成破财，这也是要小心。巨门星如果坐在我们的财帛宫的话，它对于金钱的来源是比较务实的，大多是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哦，很少有贪求之心。钱财大多来自于正财或者是以口生财的行业或者是管道，它会比较适合帮人家赚大钱，自己赚小钱。巨门星坐在财帛宫呢，其实对理财是非常有一套，他不会去冒险的投资或者是投机哦，通常是凭劳心劳力或者是脑力口才而来，也就是属于竞争得财，口舌求财。通常巨门星如果落在财帛宫的人，都可以有白手起家而创业的一个格局。另外，如果说是巨门星坐在财帛宫，逢化权或者是化禄，还有就是禄存星，这样子则是一个富有的格局。但是就是要记得，切莫因为发财而心高气傲、光芒破人，这样子反而容易招来一些是非，或者是遭人排挤。好，天梁星如果落在我们的财帛宫，一般来讲它是不主财哦，不主发财的一个星曜哦。因为天梁星的人比较不注重钱财，也比较不会为了钱而积极努力的去赚钱。通常对于钱财的来源都是顺其自然而得知，
但是如果天梁星逢化禄做财帛宫，或者是禄存，则主富贵的一个格局，甚至会有一个叫做可得现成的财富，比方说继承家业。天同天梁星则可以白手起家，甚至由基础发展而创业致富的一个格局。但是天梁星为亲贵之星哦，所以他注重的是他的名誉，对于钱财之物会比较不会心存贪念，大部分都会为薪水阶级，不宜直接的就是经商或者是强于求财。因为天梁星做财帛宫，理财是非常条理分明的，工作是努力尽责，常常会有投资的机会。因为天梁星也代表一个投资或者是股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星曜，对于赚钱来说，他会珍惜，他不会浪费钱财。如果是天梁太阳的星曜的组合落在财帛宫，它是一个主名不主力的组合，对于财富来讲，它是平平的，但是可以以名声来生财，创造财富。但是如果太阳天梁逢煞忌星的时候，则要注意，会因为财产而起争夺的是非纠纷哦，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地方。另外，天梁天机坐在我们的财帛宫，是代表一个财源变动不稳定的状况，容易有财来财去，然后时好时坏的一个情形，需要付出辛勤与努力而得财。以上是我们紫微斗数14颗主星落在财帛宫做一个分析与探讨，希望大家以此作为一个参考的方向。感谢您的支持，也欢迎如果您有不懂地方，在我们的留言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您的支持是灵机的动力与来源，记得点赞、关注，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。灵机感谢您，谢谢。